分裂之后，它就会形成政治上极化的这个现象。到了极致的时候，原本想借由这一股力量来想要做政治斗争的人，反而最终遭政治吞噬。如果今天大罢免大失败，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朝鲜人这些人散掉呢？我跟大家讲不会，反而赖清德更加依赖这些人。全世界没有听过选举完了来一个罢免，这个里头牵涉到的一个含义啊，就是完全违背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啊。你可以不要民主，因为你天天搞罢免，大罢免一旦这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，就会持续不断的罢免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基隆不放假，谢国王脸书留言转向，昨晚痛拼，今晨称赞谢依霖。年轻人他不要工作的，那有台风假更好，没有台风假的就是抱怨嘛。这个实际上是受教后工业化会出现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早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感触很强烈。台湾确实出现两种人，一种人想要好好工作，另外一种呢希望重新洗牌。我们看到了台风假的心态里面，现在出现一个分层很激烈的状况，这是一个社会很不好的现象，充分的展现出目前社会这种双极化的一个特质嘛。最终会不会把台湾彻底撕裂呢？还是说大家就这样得过且过就这样吧？台湾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原因的彻底撕裂啊！年轻人感觉到工作待遇不满，就是马英九那时候搞出22000块钱的时候，年轻人突然发觉啊，是一个剥削的薪水。像我这一代成长的时候啊，只要有薪水拿，就没有剥削的概念。年轻人理想的薪水是4万到5万，除此之外的话，老板不能骂，时间不能要求，工作要有弹性，依照北欧国家来办理的福利啊，否则就辞职。年轻人对于自己想象中的剥削，会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：你的享受是要社会福利的享受，薪水呢要想要资本主义的薪水，那是怎么可能呢？社会福利讲的是所得再分配，那我们的税并不高哦，而且我们的贫富差距严重，所有的一切的人际关系通通都货币化了。那年轻人一毕业的话呢，要有钱的想要娶到老婆，就要先买房子，那房子本身就是一个货币嘛。我们社会产生分裂因素非常多啊，我们的政治导致我们要不要罢免啊？你有没有房子是大分裂，我们的经济你有没有办法赚很多钱啊？大分裂。那现在我们产生的感觉，现在文化上也是分裂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完全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，非常严重，连自己个人都分裂了。你刚才讲到了，你想要资本主义的薪水，但是你要不要接受资本主义的拷打？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来讲，一个是社会现实结构的问题，另外一个是世代转变之后，不单单只是说年轻世代，它也扩散影响到了往中生代，甚至往壮世代。大家对于工作的强度的负荷能力是下降的，但是预期的收益是上升的。可是又面临一个状况，我们贫富差距在加大，可支配所得在下降。但是要改变这个事情，你要么闹革命，社会改革运动，要出来做社会运动，你要站出街头去抗议，你要压力。台湾的社会是全世界最特殊的。台湾原来有3种现象是人类文明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是环境国家损失了99%的土地以后没有灭亡的，中华民国的命运就在如此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台湾从极度的贫穷，在1949年的时候只有2种人，不是难民就是穷人。我是难民，你大概是穷人啊。王永庆都是穷人，包含什么李登辉什么都是穷人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，现在变得极其富，产生全世界最大的工厂台积电。第3点，人类的文明当中没有这么快速的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，就我一代的人老老实实上来的话呢，不用特别的努力，就我们的教育啊，我们各种精神啊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就达到了现在的富裕的成果。台湾人的有钱的程度啊，真的是长富于民啊。我们从如此的贫穷到今天如此的富裕，就知道这个分裂的心理有多大。从贫变富的过程啊，关键就是钱了。所以对台湾来讲，你讲祖国啊，大家很陌生；你讲穷人啊，大家很害怕；你讲富人，大家都很羡慕。不问过程，只问结果。只要你能够透过成功的翻转你的人生，或者你的家世，比如说你得到了财富，或你得到了更高的声量，因为名跟利是伴随而生。我们讨论馆长现象的时候，馆长也是一个翻转人生的概念啊。他是小妈的孩子啊，然后他也说他也没什么见过他爸爸嘛，然后但是他成功翻转他的人生。其实这个都是具体的反映在我们整个社会的缩影上。他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他讲话非常极端。我们在哲学当中讲，极端就是恶了。我现在常常讲说，你不要表现得太极端，要稍微动点脑筋。但我觉得馆长会红，就是他的人生经历了，你也可以说是人设啦，他所呈现出来，他是有魅力的。个性的鲜明啊，就是一个关键点啊。人要有这个意识的问题，就是要能够修改自己的个性啊。所以其实馆长是点出了很多人心声嘛，他很直白的讲出问题所在嘛，这就是我欣赏他的。我也欣赏他，我就叫他不要太极端了。台南南鲲生代天府的牌楼被摧垮，那个牌楼非常的大，就是屹立了40几年，而且每年抽国运签嘛。大家也知道，今年的国运签呢，2025年抽出来是下签第54签哦。主签诗叫做“一重江水一重山，谁知去路又难，任他改求终不过，是非终究未得安”。签诗呢，当时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一看说，哇，这个是大
大凶之兆，功名无望啊，结婚生不出小孩，波其行喜贺啊，家妻惨嘛开始引起大家很多讨论。现在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分裂了嘛，本来就是小个地方，你现在分裂成2派，少数人要对抗多数，还有什么国运可言呢？这个国运圈那个内容跟今年真是太像了，一重江水一重山，就说明分裂了嘛，水跟山都是分开的，就像油跟水一样嘛。未来当然很难了，不管怎么讲呢，任他改求中不过，你想努力都没办法改。现在能够说服曹兴诚嘛，能够说服沈伯洋嘛，不可能的嘛。是非终究未得安的，我们在台湾目前感觉是最不安的就是战争嘛，积弊难返啊。我们刚才讲到社会这个分裂的状况，昨天的联合报黑白挤出了一篇社论，叫做尾巴咬狗，因为这个是来自柯文哲的名言，狗咬尾巴，尾巴咬狗。新国师曹兴诚啊，大罢免剑走偏锋，总统赖清德呢兼主席下令与公民同行，却跟着罢团走，罢团以曹兴诚为首是瞻，曹派呼之欲出，则侧翼呢反串变绿营老大，民进党原来打算狗咬尾巴，但没想到呢现在变成尾巴咬狗，更惊呢更陷入了尾巴咬狗的困境，违反罢团路线就被打成民进党的杂质。最可笑的呢是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曾经主张大罢免非民主常态，传出了惹怒了曹兴诚，拍桌对骂，甚至向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告御状。那现今的罢团大绕境呢，从花莲来出发，结果曹兴诚跟林右昌上演同台大和解哦。堂堂的执政党秘书长对曹董唯唯诺诺，民进党仿佛罢团的附水组织。曹兴诚诚信社会早有公平哦，亲中绯闻，他还不是亲中嘞，他是插中插共。那一个曹兴诚不够呢，民进党呢还有沈伯洋的爸爸沈土城、郭玉琴啊的先生啊，在对岸大赚红钱啊。别人交的是卖台，自己交易是保台啊。那抱团只代表少数民意，但曹派却蔚为民进党新主流。大罢免大成功创办的柯建铭可谓分外眼红，感叹老柯不如老曹啊，尾巴咬狗。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跟我们整个台湾社会现象串联在一起。因为这个曹兴诚原来的话呢，公开讲过要统一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，说明了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的话呢，对于曹兴诚来讲的话呢，他可以有反转的空间了，这个反转空间就是大陆给的啦。第二点的话呢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，因为它是半导体中非常重要的联电的发行人啊，它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啊。第三点的话呢，就是说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完全不了解那个林右昌原来讲的是一句对的话情啊，因为我们选举罢免，全世界没有听过选举完了来一个罢免，这个里头牵涉到的一个含义啊，就是完全违背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啊。你可以不要民主了，因为你天天搞罢免，大罢免一旦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，就会持续不断的罢免。台湾现在具体社会的这个状况嘛，分裂之后，它就会形成政治上极化的这个现象。到的极致的时候，原本想借由这一股力量来想要做政治斗争的人，反而最终到这股力量政治吞噬。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说，如果今天大罢免大失败，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曹兴诚这些人散掉呢？我跟大家讲不会，反而赖清德更加困境，他更加依赖这些人，因为这些人会最后会说出一个绝对的理由。我讲一个本质性的问题，所谓的这个立法委员，他的一个价值就是等于用人来取代神的地位，那你不能够换来换去，对于这个政治都没有一点信赖的感觉的话，你这个叫民主吗？就没有人有一个具有这种威权式的，因为赖清德他只相信美国嘛，美国没有人讲话，大家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新闻来看的。可是我觉得对台湾的影响非常深远。我常常是不断在强调，政治不是讲理性的，政治是讲感性的，没错。所以他们不会散掉的同时，他们一定会有窝里反的人，而且他们的反噬的对象是民进党相对建制派的人。民进党原来没有相对建制派，林右昌变成杂质，过2天了，柯建铭都变成杂质了。只要有不一样的，非我族类，就必杀无疑啊。在这件事情上的话，我觉得柯建铭会更快的跳过去曹兴诚那一步，因为他是很懂得生存的人。在每一个政权的末端的时候，他的内部的分裂极化跟斗争，向来不是以能够力挽狂澜的人成功为收尾，通常都是越极端的人越成功。我的想法跟蔡正元不太一样，蔡正元是一口咬定，他把事情的话呢就当成是或不是来看待啊，就认为大陆本身来讲就是没有能力统一，也没有不愿意统一，然后希望这个结果不要发生了，就台湾会大乱。我刚刚强调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分裂的情况下，你这么小的环境下活在这边，洪振声的一句话啊，他说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？我这句话真的是接触到我的内心啊，就是我看到鬼哭狼嚎的那种感觉。不管怎么讲，他原来也算是一个在台湾人当中是一个精英嘛，否则不会当台北市的副市长嘛。但是搞成这个样子，他还要被出征呢，青鸟还是攻击他，谁叫你不过好你老婆？我们见过了惨的时候，就会想到千万不要回复到那个贫穷的时代里头去。大团这件事情呢，第一个他们会招致一个失败，他往内坍缩就会让整个民进党政府更加的动荡跟撕裂。那这种动荡跟撕裂是一种反制的现象，本质还是在于说台湾社会的这些诸多不安定的因素，我认为是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所蔓延出来的。
从那个之后，台湾社会就越走越像撕裂的一个状况嘛。可是没有执政党有任何勇气去把这件事情做出一些调整，这个要调整的很不容易，因为美国也承认，就是资本主义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，它要修补起来，修补的过程当中是有先后的次序，它不会想到非美国的情况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在积重难返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政客所做的这个决策呢，是利用这一种分裂动荡来更加的攫取他的一个利益。当然，而且这种政客是不论他是温和的形象，或者是他是一种强人的形象，他所做的其实本质是一样的。